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老范读评节目。大家这个怎么还有提前4小时来的？这个有点夸张了啊！卡尔加楚，欢迎新会员。日常第二，看 Twitter 应该考得不错，感谢。CSDN 的 Git code 正在批量搬运 GitHub 开源项目，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丢人、非常可耻的行为，对吧？这个开源的核心是一种信任，它实际上是个商业模式，它这种商业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相对松散的信任基础上的。然后你去搬运别人的内容回来，等于就打破了这种信任。当一个调性不存在的时候，这个社区也就崩塌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可耻。这个蒋涛其实不太应该干这种事情。从散人那边跑过来看老范直播，散人今天讲中医，这个好吧。那么先开始上期读评，补充一下行业执照的认证，以可以独立操作和监督低层电工操作的电工匠为例，德州可以认证加州对等执照，但是有些前提包括持有加州电工执照的有效执照，并且已经1年以上，曾经在电工匠的监督下有过12000小时的电工操作。似乎这么规定还是蛮合理的呀，可以流动，但是也不是随意流动。是的，就是当一些团队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是可以来去做这样的操作的啊。但是反正国内这套东西是搞不通啊。非常感谢提供的补充资料。有人今天补了会员，已经是20个月的会员了啊，这个非常感谢。等你骂 CSD 了，CSD 没什么可骂的，这个有啥好骂的呢？其实这种事儿，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做社区的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方法。像我们以前做社区的时候呢，经常讲这样的一个话：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什么意思呢？叫内容吸引人，人产生内容，所以呢，它就是鸡跟蛋的关系。所有上来靠爬虫去聚集内容的社区都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多的内容聚集在一起以后，这个人是没法形成调性的啊，社区必须有调性。然后呢，你说我花钱买一堆用户回来行不行？它也会死，因为什么呢？就是太多的人一下聚集起来，也是没法形成调性，所以社区必须是一层一层的滚起来。像 Facebook 最早怎么起来？以3-5个人，然后邀请10几个人，然后再邀请几十个人，然后再邀请几百个人，一定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滚起来的。所有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社区呢，都会死。老范会员节目，这个 Peter 陈你这个呢就属于是比较没有礼貌你自己呢这个想去赚这个便宜过一段时间充个会员进去看一眼，然后再退。但这种事儿呢，你不停的说，就属于非常没礼貌了属于对别人工作的不尊重，对吧？这个就是你自己这么干呢，我们不说什么，但是你上来说这个事儿呢，就有点过分，对吧？就属于占了便宜，说大家快来占便宜你这个吃亏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吧？这个就每一次看着你，我得说你一次这个太丢人了。爱占小便宜，你可以偷偷占，对吧？这个占完了以后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出来我占便宜了，你们怎么可以不占便宜这个是不对的。再往后，宁德时代896加班听阿里的人说，以前有盼头的时候，根本不用领导说，他们也愿意加班，一身牛劲，因为随时可以财富自由。后来有问题了，也就没力气加班了这个事儿呢，其实说的非常对。加班这件事儿，最重要的叫什么？叫主人翁意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家的那我就愿意干。
所以一旦离开主人翁意识了，说，哎，我们这个都是雇佣关系啊，你雇我来上班，你给了我钱，我就好好干，对吧？那这样的话就觉得，怎么说呢，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契约关系啊，那就没法整了。啊，现在呢，就是不但是契约关系，而且大家还都开始躺平，对吧？你在现在任何人鼓励加班都是会被喷的。啊，这个再往后啊，宁德时代896啊，填什么志愿1万块钱，搞笑的吧？这个我告诉你还真不搞笑。这个填大学志愿这件事儿呢，现在非常的麻烦，对吧？而且比我们那个时候填的时候要麻烦的多。现在北京的孩子要填30个志愿，而且呢，你不是说我填哪个大学，一个大学，比如3、4个专业，然后写个服从分配就完了，就是你每一个大学可以填6个，啊，这个最后还怎么服从分配？而且现在的讨厌在哪儿呢？就是他们不停地在告诉你说，啊，你的专业很重要啊，你哪怕你到了清华，你学了一个什么核物理，啊，最后也会很二什么，他很多人给你讲这个，啊，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制造焦虑了，但是呢，现在有一点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以前比如说你第一志愿，然后呢第二志愿、第三志愿，这个再往后，比如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比如说一类本科的我们以前是一类、二类啊，现在不是了。现在呢，就基本上是可能本科报完了，就开始报专科了。所以呢，就是你一旦是比如说你第一志愿没招进去，那第二志愿可以招，这事儿没毛病。但是你一旦比如被第一志愿招了，啊，进去了以后，然后转了一圈你退档了，你第二志愿是没机会的，直接就进专科去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填报志愿确实还是比较麻烦啊。我们家儿子因为是要学计算机，我自己还稍微懂一点，我还可以把各个，学校的课程拿回来看一看，甚至可以找人问说你们学校到底怎么回事儿，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也得折腾，啊，今天也是跑到学校里边儿去问，啊，说怎么样？有些学校说啊，来吧，没问题啊，我们欢迎你，那这个他不就比较放心了吗？啊，我们等于是先出分儿，出完分儿出排名次啊，都同时出吧，然后呢，就基本上知道大概在哪些学校就可以了。而且像我们不出京呢，就还比较好报，对吧？你说如果有些人说，哎，我全国的都要去看，那这事儿就真的没法整啊，就还是术业有专攻，需要有人专门去研究这东西。像我今天在一个学校就碰到一个辽宁的考生跑来，啊，他妈带着他跑来说：“哎呦，你看我们辽宁的，然后考了多少分儿。”那老师也没法整啊，说你辽宁多少分儿到底排多少名，怎么弄？我们不知道啊，对吧？他这还得拿各种成绩来去对啊，这个非常麻烦。所以这个钱还是划算的啊，只花这个钱并不亏。啊，再往后，宁德时代896，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公司不把员工当人，往死里压榨，榨干了顶不住了，离职了，还有大把的人抢着来。这件事是这样啊，中国并不是因为劳动力过剩，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中国的劳动者吧，或者劳动人口呢，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你要在美国说，我随时可以把人干掉了以后再招一个，那他们也不会尊重劳动者的，对吧？但是美国是有工会的，你是不是可以随便开人？你开了人以后会不会被告，对吧？或者说这个你这个开了人以后，其他的工会的员工会不会给你干活是不是要罢工？啊，它是有一定的劳动保障了，或者说它有一定制约。中国等于完全没有制约，你在只要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哪怕说我没有人干活了，我都可以把工厂关了，对吧？这个所以它跟劳动力过不过剩没关系啊。再往后啊，这个宁德时代896加班，啊，说这期是我反对的，你加班给钱多，就有给钱少的，也就有不给钱的，或者基本工资给的极低，让你必须加班的，这就是恶性竞争。当初加入 WTO 承诺双休，就是让你跟国外的工人公平竞争的。难道美国人、德国人也要和你一样996吗？生产出来这么多东西，每个人消费得起，没人消费得起，还要卖到国外，挤压国外工人，所以我要支持对低人权国家征收高额关税的。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这么讲吧，有一点你说的其实是对的啊，就是在没有法律制约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是比烂，对吧？这个
因为你指望资本家自觉的说我要让这个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的基础之上，这件事呢肯定是不行的，他不可能自觉啊，要么就有法律制约，要么有这个工会制约，对吧？这个事儿是必须的。至于另外一件事呢，这个征税我是不同意啊，就是再怎么着，我们也是用自己的辛勤把这东西做出来了，对吧？这个你做完了以后，你去征税，然后惩罚这个工人，这事儿是不好的。你比如说吧，这个富士康，这个国家对他查税了以后，他说那行吧，我就严格的去8小时工作制了，严格8小时工作制以后呢，他定的薪资又很低，你8小时工作制，可能这个工人压根儿就活不下来，他们就直接都离职，然后现在富士康在全国把设备拆完了以后，往印度、往越南运，富士康现在就在出逃嘛，你到了那边以后，他们依然加班，至少越南肯定加班，印度是不是加班咱不确定啊，越南肯定加，那社会主义国家都加班。那你到这种时候就是说，哎，你中国人不加班了，对吧？这个都失业了，然后越南人加班，你以为他做出来的东西会比中国人贵吗？更便宜，对吧？那你到时候怎么弄？其实当时中国加入 WTO，这个也是欧美一些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中国的现状嘛。最后他们失算了，对吧？咱们有英明神武的金上，然后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我们不，我们要卷死你，对吧？搞了这样一套东西。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低人权这个事儿，反正它是一种社会原因造成的吧。我觉得跟人跟资本家、跟企业家、跟这个劳动者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社会的体制或者社会制度有缺陷。好，我看看这边有什么。来了点赞考得不错，学计算机去北航北航去不了。这个我们今天是去的北邮和这个北京交通大学北邮我估计应该差不太多我儿子是考了636，然后呢，北邮有一个中外合作项目，这个我就准备奔那儿，接着学计算机去。会员多了，老范的会员节目就会多了。这个会员节目呢，反正我尽量一个礼拜录一条这个，但是也在慢慢调剂我现在呢，基本上是有一些固定的课程前面讲了有term sheet 相关的课程，然后呢也讲了最近在开这个 AI GC 的这个使用相关的课程，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不太适合在公众频道里放的这个，比如说见证类节目这个，但是像我也不会放一些特别激烈的东西这个大家一定不要说我进去了以后发现你没有骂人，这个你们进去了以后我也不会骂人的，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会尽量协调着放，因为课程呢是，虽然系列课程会比较有用但是听起来会比较累。赶上直播了，真幸运我们经常直播中国人团结不起来，是的，中国人是团结不起来的。第一次赶上直播真是太幸运了，一骑绝尘。你这个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你的名字前面出现过赶上了。张雪峰他们制造焦虑制造焦虑他们肯定是有了。这个MKLU 我记得原来你也是会员的，怎么这个会员掉了呢？底层员工似乎没法团结起来反抗公司压迫，其实是可以的呀。我党就是靠团结底层员工去起来的，只是他不允许别人再这么看而已，对吧？他必须要把组织化打掉。又赶上了，对，可怜天下父母心，是的。第一次，哎，你这个就过分了。大家晚安记得点赞，对，记得点赞别瞎说主意，让小范去北航人家孩子还可以去美的但是我估计去北邮应该也去不了美的了，北邮应该也在人家这个黑名单上。大家按住红心可以持续点赞，不用一个人就能点一个。高考完了就出国吧，正好新加坡门槛低，新加坡贵为什么说人家出逃？人家只是不和你玩了人家是离开了。这是说的哪一段？
这才是第一次赶上直播。YouTube user，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吗？这个人确实，这个名字怎么搞的？啊，第一次赶上直播，本周对，因为这周呢就没有特别大精神啊。这个小孩高考完了，礼拜二发成绩啊，礼拜天呢就这个状态就很不好，然后特别是录会员节目，然后那一期节目大概录了3次还是4次才录成功。啊，因为1个小时的节目，那种节目没法剪啊，就只能反复录，这个就比较费劲。所以那天是一直到晚上12点，快凌晨了，我还在上传那天的节目，啊，就没有做礼拜天的吃药直播。然后这个礼拜呢，反正也是每天想着，哎呀，要填志愿，要出分儿，要这个，查各种大报纸，就是那个招生计划什么的，所以这个状态一直不是特别好。现在全球经济都不太好，是的，全球经济都不好。人口少了还会卷，还会啊！千万不要觉得人多了卷，人少了就不卷。只要是这个体制在这儿，甭管剩几个人都会卷。啊，刚跑步回来点赞啊，跟大家问好。对，老范兄的会员节目还是干货偏多，加了不会后悔，但也会很累啊，也会很累。北邮不在制裁在啊，北邮也在制裁名单里，啊，马上续，是感谢感谢。呃，每周一次会员节目，还有人嫌不多，真的是那么爱学习，每周一次能够跟上，搞懂了，那可是1年学习提升一大截。这个好吧，你说你这个不是会员的人，好像是看过一样。第一次赶上直播啊，这个Jonathan 的小镇啊，Johnson 的小镇。要赶快给续上，感谢感谢感谢！哎呀，感谢衣食父母，这几周缺席了几次直播，今天终于赶上了，啊，感谢范老师上星期做嘉宾讲座。对，这个，哎，我后来又把那个节目重新讲了一下，然后这次呢就讲了20多分钟，啊，这个我觉得会稍微的齐整一点吧，就是没有例子，就直接讲了一下 AIGC 怎么帮助英语老师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期讲的还挺好玩的。也像劳模了，我一直是劳模。看见了，看见了，是的。好，我们继续读评论。苹果放弃 Vision Pro，有人说了，国产版 Vision Pro 已经在路上了，国内2家大厂已经立项对标苹果。苹果 Vision Pro 的价格是我们这些从事铁人3项、滴滴、外卖、快递、吉祥三宝啊、保安、保姆、保洁无法承受的。像我这种创业3件套做自媒体的也承受不了啊！强行购买，下半年买新裤衩的钱都没有了。老范，国产版的 Vision Pro，小米 OV 还有罗永浩的啊，这个说罗永浩8月份发布，你这头有消息吗？具体说说可以吗？有了解的大佬具体说说吗？我觉得啊，大家不用去惦记这个东西啊，一旦苹果放弃了，他们也会飞速的把项目砍掉。其实国内离这个东西最近的是 Pico 啊，Pico 其实去年经历了大裁员，然后呢被这个字节基本上算彻底放弃了。我还见过一些从里边出来的人啊，就是他们最后返回字节的一些人，还跟他们聊过这个问题，所以国内这块基本上是放弃的。国内现在在推的呢，其实是Xreal 还有那个叫做 Rocket 啊，这2个东西在推，但是这个东西呢跟Vision Pro 完全不一样。至于说罗永浩呢，其实前面已经传出消息了，就是他把做 VR AR 的人也基本上都裁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用太期待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往后啊，苹果放弃 Vision Pro，我觉得 Vision 这个系统啊，这个系列可能以后也是专攻企业级应用了。之前 MKHBD MKBHD 采访库克，问他 Vision Pro 能干嘛？库克就是说很多企业有兴趣啊，做了很多有趣的应用啊。这件事儿呢，要跟大家讲，所有做这块的应用的公司，只要是敢转企业应用，这个产品就死啊，这个没有任何办法。Google Class
啊，一开始推出来发现大家不喜欢啊，说我转企业应用吧，项目没了，对吧？HoloLens 啊，就是微软的 HoloLens，说我这个卖出来太贵了啊，HoloLens 大概是卖2万多，还卖不到3万啊，便宜的时候可能1万多啊，后来太贵了，不行，我转企业应用吧，然后就没了。所以如果 Vision Pro 真的转企业应用了，那这个也就可以说拜拜了啊。这个事情就甭管多难，一定要 to C。现在呢，to C 的就是一个是 Quest，对吧？这个美塔的，另外一个呢是索尼的 PSVR 啊，这2个项目还是在做 to C 的项目啊，往前走，有可能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啊。但是谁说我 to B 了，这个事儿就拜拜了啊，就跟大家没关系了。呃，这个再往后啊，这个苹果放弃 Vision Pro，有人说了，最大的问题还是重。其实啊，最大的问题不是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杀手级应用。因为大家知道，一旦这种设备上有了杀手级应用了，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用啊。我为了玩这个游戏，为了看这个电影，我为了使用哪一个应用，我一定要买这个设备。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了以后啊，这是出现了这种应用以后，呃，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会克服各种问题，重啊、头晕啊，这个什么耗电时间、耗电的这个太快啊，什么这个待机短啊，带着不舒服啊，这些问题都会克服的。我记得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对吧？它大概只能打50分钟电话就没电了，啊，然后呢，它的充电大概也是能够使个不到一天啊，不到24小时，20多个小时就没电了。然后呢，很多人说你这怎么行啊？因为其他当时的功能机的这个在这几块上都非常强，打电话都能打多少个小时，对吧？然后这个充完电可以使1个礼拜，都是这样的。后来很多人说那怎么办？我就喜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只有让我打50分钟电话，那说明我一天打50分钟电话就够了，啊，充一次电就打50分钟电话，我甚至都不打电话了，啊，这个是他们真正要去思考的问题啊。你有杀手级应用，重什么都不是大毛病。自信点吧，好像去了啊，这是说好像劳模吗？觉得经济还会下滑到什么地步？这个不好说啊。我觉得中美2个国家先是第一、第二嘛，你要这么继续顶下去的话，肯定只能继续下滑，没有任何办法。7月份有什么数码产品吗？啊7月份我等着打我的游戏呢。建议小范尽快去加拿大，大加拿加拿大吧，现在还比较容易啊，在那里拿到永居，又各种选择，这个我也希望他去，但是现在可能还是需要在家里好好折腾一下吧。这才是第一次赶上，好吧？小米以前那个 VR 是贴牌的 Pico 嘛，小米那个不是啊。其实国内能够做 VR 头显的厂家挺多的，Pico 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从 Oculus 到 Quest 到后来的索尼 PSVR 好像有一部分也是他们那儿做的，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产品。来了，卖瓜哥，我卖过啥瓜呀？这个像 Google Glass 那样简单的显示，如果做成简单的导航什么的，比手环复杂点的形态，不知道可行不？那东西你就想吧，戴在脸上能把耳朵烫伤，对吧？然后呢，充满了电，大概能工作20分钟，你让它导航个去哪儿啊？20分钟可以找个厕所吧。美塔那个眼镜挺有意思啊，没看他的眼镜。我内行啊，听老范公开课，我都是得动脑子啊。那想想肯定会员课更干货了啊！再说，你有时候说这个会员里边讲，我也是就多少知道会员里的内容讲点啥，好吧？这个你可以猜测一下，VP 主要还是太贵了啊，这个怎么说呢？但是以后但是买后
感觉还是很值的，每周至少用4到5次啊，每次用4个小时左右。这个那你真是能使，我现在见过大部分人都已经吃灰了，而且4个小时你真不晕吗？固本培元是啥意思？怎么评价啊？我对于中医的评价都是不予置评。签到功能需求好高啊，这是什么意思？背景图是瓜摊儿嘛？这个背景图就是夏季的水果和瓜果啊。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家来说，就是3年高中，这个算是考出了这个既不惊吓也不惊喜的一个成绩啊，考出了应有的成绩，然后也算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吧，所以摆上瓜果啊，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一直希望得到一个智能的摩托车头盔，音响效果好些，能导航什么的。头盔的形式的话，我觉得续航和发热应该还好吧。毕竟比当年芯片进步了好多了。你就这么想，摩托车的头盔你做了，然后呢，万一出了事故，他是不是负责任？所以谁愿意给他做呀？这个说说 ChatGPT 新版一再推迟的原因这个可能还是缺很多东西吧。CSDN 复刻 GitHub 可以聊聊吗？他们会死得很惨啊！前面已经骂了半天了。第二次看打卡，看直播打卡，你这个就让我咋说呢？你让我怎么能记住这么多呢？好，我们继续读评论。Manner 咖啡事件，这点破事儿也能上热搜这么久啊，摆明了有人要搞 Manner。这个呢，就属于是阴谋论啊。每件事儿你都可以说这事儿有阴谋，那事儿有阴谋，对吧？你不想想自己干了啥，然后老觉得别人想坑你，对吧？总有刁民想害朕，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想说，哎，这件事情为什么能火，对吧？它首先体现了哪种社会心理需求以及社会情绪上的发泄口被他找到了，这个是首先应该去想的事情。至于说这个事情你出了以后有没有人在后边推波助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你说这个有人在后边推波助澜了那么也是你先出了事儿，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别老想着这个事儿有人搞阴谋那个事儿责任都在美方这个事儿万恶的资本别这么想，这么想问题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异常简单与丑陋的再往后这个上海很苦，巴黎贝甜是这样，就是当时是巴黎贝甜他们的自己的烘焙师培训学校里头有一些面包拿出来在疫情期间进行了销售因为巴黎贝甜烘焙学校自己并没有相关的牌照所以呢，导致了一个巨额的罚款那个事情出来以后，我还自己跑到巴黎贝甜专门买了他们家的面包，买了他们家的咖啡，坐下来这个拍了照片支持了一下。再往后还是那个男咖啡师的处理方法比较好，能快速安抚顾客情绪。他上去打是吧？这个零售企业应该组织员工去学习一下新疆人卖切糕的经验你这就属于一把得罪了多少人啊？对，但新疆人卖切糕这个事儿呢是历史悠久我记得是在唐朝的时候，这些新疆人就是这么卖切糕的，对吧？后来到宋朝也是这么去卖的。这个呢，我觉得算是一种黑恶势力了。切糕这个东西其实挺好吃的这个后来我买过，但是怎么买的？是在这个京东上买，或者是淘宝上买，对吧？他们有装好盒的，叫小王子切糕还是叫什么切糕这个味道还可以。再往后，这个胡锡进希望大家不要怪罪创始人和企业家，因为大家都在说创始人身家72亿，对吧？你这么苛待这些打工人你有良心吗？你是人吗？都在讲这个话胡锡进就出来抹稀泥了。但这个事儿怎么说呢？现在政府肯定希望保护这些企业家，不希望他们破产，不希望他们倒闭，
不希望他们倒在自己任上，对吧？任何一个官员都是如此的。那么现在这个 Manner 咖啡1000家咖啡店里头，所有都是他雇佣的员工哦，他只上了1120几个社保，那么剩下人压根就没上社保。我不相信他1000家店，再加上他自己的运营管理人员，只有1000多人啊，这个事儿我是绝对不信的。那么有人去举报他说，这个咖啡店里头，对吧？他的这个有问题啊，他的社保上的不全，对吧？上海的劳动保障部门啊，人社部都不敢说我去查他，都只能说，哎，我们去核实一下啊，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如果查的话，这公司肯定必死。而且呢，他如果把画留在这儿，对吧？他就可以什么呢？上去说你是不是给我点钱把这事抹了呀，对吧？或者说上我们这儿学习一下，然后再多上几个，我也算有点政绩。他可以干这种事儿，可以把权力留在自己手里头去寻租。至于说我们为什么都去骂这个创始人，那别的事儿你怎么能骂呢？在这个事情再往上啊，劳动保障体制不健全，这事儿能骂吗？对吧？这个经济稳中向好，这事儿能骂吗？对吧？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做什么啊？消费升级彻底被腰斩了，这事儿能骂吗？对吧？所以你只能骂这个企业家了，再往上的人你骂不了了呀，对吧？这个没办法，再往上的都是这个基本制度问题和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问题了啊，这个事儿是不能说了，所以只能说到这一步了。好，我再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我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视也有2万多了。如果一台 Vision Pro 能把这些都取代了，那也不算贵。现在的问题就是太重，无法长期佩戴。这个像我手机1万，平板1万，电脑2万，这就是4万了。然后电视倒是很便宜啊，电视有个4、5千、5、6千基本上是够的。这个 Vision Pro 我觉得还是有点距离吧。GitHub 除非自己完蛋，要不几乎无法替代啊。是的，GitHub 是比较难啊，而且后边有微软这样的一个公司看着，对吧？后边有微软爸爸，他不太容易死掉。请教范老师，黑神话、黑悟空之后，游戏市场看好吗？不看好。这个只要是上面随时拍脑袋，这个行那个不行的话，这个市场就好不了。又赶上了啊，这个是对的。Git 也出过问题啊，GitHub 其实被封过，其实现在国内去访问它都是时灵时不灵的。终于北京时间赶上了啊，赶上14，我就去加会员了。那这没办法，我们都是正常的时间直播，对吧？你这个赶不上是你的问题。美国休斯顿第5次赶上直播啊，厉害。黑神话成了的话，希望它能像当年的泰囧那样启动中国的游戏市场啊，这个想太多了，这是不可能的。看了半天啊，我才意识到今天直播从 OpenAI 进中国 API 自动跳过来的，好吧？现在买咖啡都会先看一眼店里是几个咖啡师，哎，点赞感谢，不上很正常的，什么意思？黑神话成了的话，希望它能像当年啊，这个怎么又来了一遍？切糕这种东西1块卖1年，那黄曲霉素爆表，我觉得那一大块是能卖挺长时间的。城市里物业的保洁、水电、保安也是几乎不上社保的，这个是真的。固本培元啊，这个我们不研究这个事儿了。讲话注意安全啊！有人干别的不行啊，盯人可是没得比似的。我发现有坏人了这里头。其他咖啡品牌最多是给这个黑料买量、买热搜，但是不至于找演员去制造黑料，不小心留下证据是要被告的。是的，
因为原来在互联网里头这种事儿比较多啊，就是在大家都在玩直播的时候，就有人干这个事儿啊，做这种黄色直播，然后他自己上去注册账号，自己播，播完了以后自己去举报，对吧？最后是快速的就被人抓住了，说你看你这 IP 地址是你们办公室的，对吧？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事儿的。针对 Gitcode 的行为啊，这个有些人已经在 GitHub 里边加入咒语，懂的都懂。比如，是的，这个像这种就是你大量抓完回来以后，你是没有能力去校验的啊，这个很容易出事儿的。我看这个华为对 OPPO 和谁说 no，因为游戏直接收入50%。对，是这样的。他不是对谁说 no 啊，他是对这个叫硬核联盟说 no。这个呢，在我讲华为，这个鸿蒙发布会上，这个腾讯没有被表扬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好，我们继续。AIGC 时代的英语老师啊，有些人说了，说提示词工程最近是不是放弃了？其实真没有啊，提示词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在被使用，只是呢，它的使用方式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啊。它不是说我们用提示词写一个特别完整的程序，或者不用提示词写一个巨大的这个项目，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它写大量的这种带填空的提示词。比如说这个你有一封信啊，这封信前面这个名字是空着的啊，这个其他的某些节点是空着的，那我就可以写一个提示词说，现在请给谁谁谁写一封关于什么什么的信，然后呢，请加入他喜欢的什么或者上一次跟他提过的一些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会生成一个提示词，然后等到用的时候呢，把这个名字填进去，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今天天气很好或者什么的，把一些你希望加进去的东西加进去，这个事儿就 OK 了。像讲一个案例吧，比如说以前在老北京的饭馆里头呢，我们讲究叫一堂二灶三柜，还要么就是一堂二柜三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堂官啊，两个柜台收银的，三个后厨炒菜的，叫灶嘛。然后整个饭馆的灵魂人物是那堂官啊，他能记着所有人。哎呀，张爷您来了，李爷您来了。哎呦，您家小宝贝儿最近怎么样了？上次给他带回去的那个糖葫芦好吃吧？他喜欢吧？对吧？他就会干这样的事儿啊。那你如果是上提示词工程的话，你就可以来做这个事儿啊。比如说这次啊，这个张姓大爷来了，你就跟人服务完了以后啊，最后走的时候，人家说了一句：“哎呀，你们这个糖醋鱼是不是烧的味儿有点过了啊？下次少放把盐行不行啊？”你呢就把这东西记下来，记下来，下一次再看见张大爷的时候，啊，从提示词工程里拎出来，哎，叫跟张大爷打招呼。然后呢，对于上一次的这个叫做糖醋鱼的事儿啊，进行一个解释啊，这个拼成一个完整的提示词扔进去，然后再去工作。所以提示词工程是这么干的啊，不是说这个写一个完整的提示词的工程他就干活去了啊。再往后啊，AIGC 时代的英语老师啊，其实英语和计算机都是非常基础的技能啊，也是最好别当专业，当技能学比较保险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现在看到的真正的被淘汰的技能是开车，对吧？现在已经很少有职业司机了，但是英语也好，计算机也好，其实现在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啊。而且对于这种专职的学计算机的人来说呢，他们的工作岗位也还是 OK 的。因为我今天到这个各个学校去嘛，就去了2个学校嘛，大家进去都是想学计算机啊，没有哪个说我想去学机械啊什么的。你像我们去北京交通大学，人家说，哎呀，你这个机电肯定够了啊，你这个学计算机的分不够，对吧？但是说你这个分学机电呢，又有点浪费啊，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很尴尬，对吧？那我们也觉得很痛苦，怎么办呢？啊，所以计算机现在还是一个好行当啊。再往后，啊，英语也是好行当啊，这是讲英语课的，啊，再往后啊，这个从我个人学习的体会来说，AI 能够完全彻底100%取代人类英语老师，或者说 AI 应该比第一梯队的英语老师强2-3倍，感觉这辈子再也不用找人类学英语了啊！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学英语这个事儿，包括学计算机这个事儿，
有多少人可以自己找资料，自己把它学会呢？是很少的。有些人，比如说自己很聪明啊，学习能力很强，自律能力也很强的人，你不需要这个英语老师，你也不需要 AI，给你本字典你都能学会，对吧？罗永浩不号称他学英语的时候就举了本字典学的嘛，对吧？但是大部分人他不是这样的，对吧？英语老师真正的作用不是教你说英语，英语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帮你去进行状态的检测，然后帮你去这个制定学习的计划，监督你去学习，检查你的结果，然后修正你的计划。英语老师真正的价值是陪伴，好吗？对吧？不是说那个直接让你就学会这件事儿。你还有哪个英语老师能够比字典的英语学得好，对吧？这个事儿啊，所以不能这么去讲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可以自己学会这件事儿，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好，我看看啊，再往后，其他咖啡品牌最多也是给啊，这个我们看过了啊。抖音最搞笑，别人在我评论区发类似黄图的东西，然后抖音处罚我。是，要是恶意，这种坏人也太好当了。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不光是抖音的问题啊，就是所有的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发的内容，如果在后边评论区里出现任何不负责任的东西，发帖人都要受到处罚。所以为什么有好多人把抖音啊，把什么这个微博要把它清空呢？因为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啊，不是抖音坏啊，这个，但是呢，我们也只能骂到抖音了。啊，中国连接不了 OpenAI 啊，老范觉得中国哪家 AI 企业会得意啊？会是阿里吗？中国本来也连不上 OpenAI，从来就没有连上过，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们搞这样的事情就很奇怪。我感觉医生职业长不了了啊，这个医生我觉得很长时间还是需要的。现在大部分学计算机的能干啥啊？去年 IT 就是数字时代的杂工了，能把杂工做好也不容易啊。来了来了，第一次赶上直播，挂后台边跑边听，好，没问题。先点个赞，然后再去跑步。主要还是挣钱。我觉得 IT 还是比较好玩吧。对，点个赞。考了多少？636。对，这个准备去北邮，叫玛丽女王学院。我是专利数据分析领域的。呃，对于这个领域和大模型的融合，是直接用这个领域的数据训练大模型，还是用现有的大模型微调？能不能在会员里做个类似的课程？啊，正好买会员去学啊，这个没法给你做这种课程。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的你就老老实实的找一家企业，然后上他那儿去交钱就完事儿了。啊，这不是你学课程能学会的东西。而且专利数据分析呢，因为本身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理解啊，就是到底分析哪些数据。虽然我做了很长时间的企业专利挖掘，但是呢，这个对于数据分析这件事儿还真没有太研究过。这一块儿反正做 RAG 是可以做一部分，解决一部分问题，然后微调呢意义不是特别大啊，拿这东西去训练大模型就想都甭想了。这个事儿意义真的是没有意义。当 AI 普及后，网络安全会不会面临挑战？呃，现在就已经面临挑战了。好啊，我们继续。华为纯血鸿蒙啊，这个发布会上腾讯爆火，知道什么？为什么华为看起来落后的 SOC 跑起来效率不错嘛？好多指令集压根儿都没有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因为华为的操作系统是魔改的非常厉害，它把大量的系统直接从后台杀掉，对吧？这样呢，它就可以保证在比较烂的 CPU 上还可以让你觉得比较流畅。它是这么来干这个事情的。你像苹果，咱们都一般感觉比安卓要流畅，但是苹果的配置CPU 咱不算，但是像什么内存啊什么这块的配置，其实比安卓差远了，对吧？那为什么？就是人家优化的好呗。这个华为也是这么干的。
然后另外呢，华为很多的应用其实是跑不了的啊，特别很多游戏跑起来效果是非常非常烂的。再往后，面对新一代苹果 AI 操作系统，其实华为有点麻烦。这个当然，厂商说支持纯血，是全力支持还是凑个热闹？这个让子弹飞吧。这个怎么说呢？其实 AI 操作系统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还要看啊，就是苹果到底能做成什么样。谷歌呢，号称是 AI 操作系统，但是就安卓其实已经开始上 AI 了。但是我觉得反而并没有那么革命性的改变啊。苹果的 iOS 呢，我也不认为它会有特别革命性的改变。在这件事情上呢，这个AI 操作系统这件事，甭管是 Windows、macOS 还是这个 iOS 安卓啊，包括鸿蒙，对吧？我都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AI 操作系统唯一的用途就是让你赶快把旧手机扔了，然后买个新的，对吧？让这帮卖手机的人可以挣回钱来。好，我们继续啊。老范一解释，我就豁然开朗了。原来，我属于很聪明的，我真的是自己学会英语的啊。上大二上了2周英语课，然后老师就懒得教我，让我英语免修通过了啊。记录进到成绩单的不过还是得学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于是又选了德语和法语啊。你算是有语言天赋的。来了点赞啊，感谢！一直以来啊，只要一有新东西出现，就会同时出现另一个问题，例如 AI 不就将来应该能完美的在视听就假？你看你这句话写的，你让我咋念，对吧？这个是的，所有新东西出现都会有负面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马斯克说，苹果 AI 操作系统隐私问题啊，会有点号召力吗？会啊，毕竟是世界第一大网红。差点忘了，第一次赶上直播，你都说到现在了，才第一次，多没劲啊！好啊，我们继续。Hinton 老爷子要给大家发钱了，在这条上是有人说了，说 AI 未来就是个性化，有钱的人定制高级的个性化算力的服务啊，一般人用普通的这个通用型 AI 服务。这个话呢，其实是我不认同的啊。以后有钱人用真人服务，穷人用机器人服务，最穷的人啊，直接缸中之脑塞罐里完事儿了，啊，一定是这样的。AI 的时代，什么最贵？人最贵，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吃预制菜20块钱啊，你要有一个人站你面前夸啦夸啦炒50，对吧？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有钱人他们不会用 AI 服务的，他们会用人的。你就像我们去买衣服，对吧？像我们可能去买李宁啊，买这个迪卡侬，像我们就是穷人嘛。再有钱一些的人开始去买一些这个比如说大牌啊，安德阿莫或者是耐克啊什么这样的啊，再往上啊，说我们要去穿西装去搞这些事情啊，或者说去穿什么 Chanel 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啊，这算更有钱的人。最有钱的人他们是不穿这些玩意儿啊，他们都是定制的，对吧？而且都是裁缝手工的来给你量体裁衣，给你做衣服穿啊，这个才是最有钱的人的生活方式啊。我们现在不要去猜测皇上用金斧子劈柴这个事情。啊，再往后啊，这个是 Hinton 老爷子要给大家发钱，说积极性应该不是问题，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效率应该更高点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是这样。怎么说呢？人的注意力是容易发生偏移和偏转的啊，你没法坚持一个事情很久，甭管你有多喜欢，对吧？你像我其实也很喜欢录节目，也很喜欢跟大家聊天，但是我坚持日更坚持了3年，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挺折磨的。我也想说，哎，我放个假2月不更，然后我出去玩一圈行不行？对吧？这个，但是不敢啊，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可能就算是有一点点小负担了，啊，但我一旦离开家，我出去玩了，就不能保证每天更新，我是可能就这个1个礼拜可能播个1条2条，然后剩下就没了，
所以呢，就甭管是多么喜爱的事情，都是不能自己去坚持的，这个还是要靠一个约束，比如发钱，有这个工作契约，有其他的团队需要依靠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才可以去坚持下去。如果这个正好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呢，就可以更开心一点点，对吧？我能够坚持3年日更，也是因为我还算喜欢做，跟大家聊天，对吧？所以呢，这个千万不要觉得积极性只要喜欢就能搞定啊，这个事儿是绝大部分人搞不定的。可能有些人说我可以坚持这件事儿，对吧？就跟达摩面壁似的，他喜欢面壁，对吧？在那儿做个10几年，然后把那个墙上都照出个影子来，这个是极少数人，他能够成为传奇，不是这个没有原因的。如果大家都能做到，他就不会成为传奇了。再往后说 AIGC 不是主要的，要看马一龙的1亿台机器人，这个会消灭多少就业岗位？那反正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呗，这能怎么办呢？对吧？这个1亿台机器人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个5、6年吧，这个会到我们面前来但 AIGC 这个事情现在就已经在快速的裁员了。再往后这个还是 Hinton 老爷子要给大家发钱，说提个小意见，其中说到有生产无消费的情况很好解决，每天工作8小时变成每天工作6小时，4个小时即可，就这么简单。当年经常干到睡觉都没时间，现在大家都知道每日工作不能超过12小时，这个合理吗？单纯观念如此而已。维多利亚时期工人经常过劳死，生产力上来了，自然就不愿意干那么久了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就是咱们现在也经常过劳死，对吧？这个很多的互联网公司都会有过劳死的问题。这个就是你缩短劳动时间这件事儿，第一个呢，你可以让更多的人进来去工作；第二个呢，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消费。其实这件事儿我党还是比较了解的，比如说玩这个各种黄金周各种的这种大假期这个事儿他是能够了解。但是这个事儿你要注意一点什么，就是通过调整劳动时间去让大家消费这件事儿呢，其实是有极限的，而且它天花板很低。比如说我一天工作8小时我挣比如说1万块钱我剩下的时间我可以去消费消费如果我说我一天工作6个小时还是挣1万块钱，我是能多消费一点吗？能，但是你多消费出来这些钱呢，其实是有限的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还是要找到新的消费场景才可以。而且这个不是生产力上来了，自然就不愿意多干了还是有这个就是工人相关的这种工会保护群体发展起来了，他们就不愿意多干了这个如果是任由资本家剥削的话，这个工人是会一直干到死的。再往后伊雷尔做的 SSI 就是安全超级智能这个项目，说超级安全智能最终一定会被淘汰，人工智能就是我们人类自己主导的人类进化，进化不够快的物种一定会被淘汰，越智能越不可控，既要又要，往往是失败收场这位朋友写了很多观点，相互有一点点矛盾。但是呢，有一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就是安全这件事情其实是一定会被淘汰的因为我们以前做安全的公司，你不靠 PUA 不靠骗人的话，你根本活都活不下来，对吧？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它不符合整个社会的需求也不符合人性。苹果系统流畅是以激进杀后台作为代价的，这点非常不少，动不动就杀后台升级运存，还是靠 AI AI 时代强行推着它进步这个反正它没有8G 内存，它那个小模型跑不起来，所以必须上8G 内存这个没有任何办法。从头2倍速听的终于赶上进度条到直播了，点赞祝贺小范同学高考修成正果，感谢。OpenAI 开始限制地区了，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没啥影响，能有啥影响？本来也不让你使，从来就没让中国使过。AI 与类人机器人出来后，现在社会形态应该会巨变吧？人均发钱啊，也许有可能吧。其实不行啊，一旦人均发钱了以后，社会形态会崩溃的。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没有找到第二种啊，不依靠市场竞争啊，不依靠市场规律就能够完好运行的社会形态。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最有钱的都选有传承的匠人手工做出来的。是的，那种衣服咱还没穿过啊。我不太认同有钱人的 AI 强很多，因为现实国内阿里的千问二站在全球开源第一位，开源啊闭源开源一起计的话，千问二排名第5，是免费的。呃，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这个事儿不好说。但是未来比如说 AI 对于有钱人来说，可以分配更多的算力，更快的响应，这个事儿是有可能。今天的节目，专门聊 OpenAI 禁用中国用户的问题，看看吧。是的，前面这个没有补今天的课啊，被发现了。现在亚马逊每个产品的用户评论区部分都有 AI 写的用户评论总结摘要，有点靠谱啊。用了一段谷歌搜索置顶的回答，也觉得靠谱。现在习惯先看 AI 回答了，对啊，你先看 AI 回答了，那谷歌就危险了，因为他没人看广告了啊。AI 普及后，那些有天马行空想法却没有行动力的人，也许会成为天才。这个要看啊，但是他们也有可能会给人类造成很大的破坏。缩短工作时间啊，不如逼人结婚来的有效。我觉得让大家真的能够去消费，最好的方式还是要让他们对未来有信心。如果你说过了今天没明天，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存钱啊，像存吃的，对吧？如果说你尽管造，明天肯定有钱花啊，那大家可能会努力的去把最后一个铜板花出去，甚至还会贷款。点赞啊，感谢。中国如果现在每人每月发1000块，经济很快能盘活，绝对不会。如果这个钱发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银行存款数据蹭蹭蹭就上去了。这个关于发钱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给大家发钱的问题，我其实是讨论过的啊，但是是在会员频道里。对，来了点赞，感谢。这个不像第一次了啊，你这个一堆问号，这个我应该前面见过。北欧有社会实验啊，把失业补助变成政府投资，投资失业者发展自己的事业，哪怕不赚钱。可惜忘了是哪个国家了，好像有点效果。北欧做的好多这种实验，最后其实就是它只是适合在一些很小的地方啊，人很少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东西。你后边比如说再有难民上来以后，肯定搞不定。发消费券比较有效。发钱都通通去股市了，股市也不去啊，大家都是存钱了，或者买理财了。如果中国出生率没救了，那么那个国家的移民来中国比较合适呢？东南亚嘛，不会的。中国出生率如果没救了，这个可能真的就一直这么混下去就算了。好，再往后啊，这个让我喝口水。我看有一期节目里头说，如果再有喝水的声音，我就不看直播了。这个真没办法啊，这个，直播时间长了不喝水，我还是受不了的，还是要喝的啊。好啊，这个如果他这种实在看不了呢，就是比如说礼拜一晚上、礼拜二晚上看这个切段啊，那个里头是没有喝水声音的。好，咱们再讲江平，中专生江平到底刺痛了谁？有人说了，老范这个江平水的有点离谱，但凡他有点最基本的数学素养，
估计这事儿也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这就是这个神奇的国度，造假不需要多高明，只要足够正能量或者把朝廷拉下水了，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这个子弹到现在已经飞得足够了，可以盖棺定论了，还等什么？等决赛成绩吗？成绩怎么样都有话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人啊，他永远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这个绝不相信任何其他的这种，跟他自己认知相左的这个任何观点，对吧？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他认为水就水吧。其实对于我来说，江平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真的没那么重要，对吧？这个就算他这个事儿是假的，但是，他也是告诉我们说，有这个鲤鱼翻身的这个机会，鲤鱼跃龙门是有机会的，这不也是一个挺正能量的事儿吗？对吧？你一定说这个事儿是真的，所以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是假的，所以所有的穷人就没有机会，对吧？这个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对吧？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宽容一些。现在呢，决赛也做了决赛做完了以后，其实你看这种人，其实你说什么他都不会信的。说决赛这人考第一这一定是假的，一定是有人阴谋论这种人，你看他写的这个东西，就是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他面前，他都不会信的这些人他就这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真假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愿意相信什么，对吧？特别是以后 AI 做的各种假内容多了以后，他永远可以相信说你们给我看的东西都是假的我不信，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他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看看，现在传统行业，比如游戏行业，有没有什么出路？出海对吧？在海外发行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感谢 Kenny 唐成为新会员。北欧的社会实验基本都是社区规模的实验，不过无论是全民福利还是基本收入，都是验证过走不通的。是的，几个实验效果都不好。今天又多了几个新会员了，大家记得来到Discord 来群里聊聊天。是的，跟大家讲就是 Discord 群里头专门有一个会员的私密频道，对吧？如果你加了会员，你可以告诉我，然后呢，这个我到里边去给你们拉然后所有在 Discord 群里头，绿色名字的是 YouTuber，紫色名字的是会员，对吧？这个我们是用名字来颜色来去标记的。当然，你说我又是 YouTuber 又是会员，你的名字也是绿的大国搞过实验了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我觉得不算这个还不能算是基础福利或者发钱的实验现在的网络环境如何突破推荐算法的信息茧房呢？跟别人定期换用账号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学习推荐算法，你要知道推荐算法是怎么工作的。在这样以后呢，你其实可以更好的训练推荐算法，给你推荐你所想要的东西。然后在你希望它不起作用的时候，你也知道应该如何去规避它如果你说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东西，它变成了一个玄学，那你就永远逃不脱推荐算法的信息茧房。就是你讨厌一个东西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学它把它搞明白了。所以阿里要把江平的决赛成绩公开出来，事件才能比较压下来一点。不会的，就是有些人就甭管什么都不信，哪怕最后阿里拿出来说这人屁也不懂这个做的题都是胡说八道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还是会有人信阿里拿出来说这个人考了第一，然后这个或者甭说第一了，比如说第10还是第几这个符合他的水平要求也依然会有人不信。这个大家现在就是这样的，他就相信自己想相信的这个所以不重要，真相一点都不重要。说到谷歌搜索广告，百度的搜索广告也是它的主要收入吗？我现在用必应搜索更舒服，对我现在也基本上是必应。
终于看到直播了，感谢。你这个名字是不常见啊，是第一次吗？为什么 ARM 等公司一直亏损，股价很高，也一直上涨？其实股价这个东西呢，是对你未来的预期，跟你现在亏不亏损有关系，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大。大家对它未来的预期很高，也就是如此了。最近我的 Twitter 推荐多了很多大胸肌猛男，一顿繁忙的屏蔽操作之后，现在变成一堆见证啊！你是不是这个表现出了一些这个 gay 里 gay 气的东西，他就会给你推荐大胸肌猛男啊？推荐算法不就是社会一直由过去到现在都存在的吗？人生一直以来，总是有推销的信息啊，但是这个推荐算法还是一种新的东西啊，大家只应该去好好看一看。你不了解推荐算法的话，可能在未来的社会中会受到很多损失的。啊，你平时都看什么啊？对，这肯定是这个看到大胸肌猛男那个哈，Twitter 全是颜色内容啊，这也要问一问你平时都看什么啊？有人说，哎呀，老范，你的节目里头怎么都是广告，都是游戏广告？后来我说，这个广告是根据个人推的，不是根据我的节目推的。Twitter 开放颜色内容是开放了，但是他怎么不给我推呢？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这个，呃，就是你看对了眼了，他就 Twitter 的推荐算法已经识别出来了啊，就给你推荐你最爱看的。百度现在国内的份额应该非常少了吧？还是主流，百度在国内的搜索绝对主流。有好故事可讲的上市公司，股价就会涨。对，大家还是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预期。好啊，我们继续最后一个话题，OpenAI 停止中国服务。啊，有人说又被卡脖子了吧？其实这事儿呢跟卡脖子真没关系啊。OpenAI 本来也不为中国服务，中国也不允许它进来服务，对吧？虽然中国允许微软的一些服务进来，但是呢，OpenAI 公司的服务中国从来就没有批准过。然后 OpenAI 自己呢也从来没有去申请过这种批准，因为在中国你要落地这个服务，你要先申请。OpenAI 自己也没申请过，咱们呢也没有说邀请他来啊，特批你来，这个事儿咱们都没干过，所以这事儿本身跟卡脖子没关系，就属于是人家从来没来过，说，哎，我今天制裁你了啊，我要冻结你中国地区的所有财产。实际上说我去都没去过，我在中国地区也没有1分钱财产，你搞个屁啊，对吧？就搞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觉得被卡脖子这些人呢，就怎么说呢，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啊，跟这个卡脖子没关系再往后。说换个角度想，OpenAI 无法学习中国人的智慧，未来搞不好只有中国人可以对抗 AI 挽救人类。这个想太多了啊！咱们现在国内所有的大模型都是拿 OpenAI 生成的数据训练的，对吧？所以咱们吸收了大量 OpenAI 的智慧。至于中国是有什么智慧没有被 OpenAI 吸收走呢？我不知道。这个对抗 AI 的话，肯定不是中国，因为全世界可能除了美国之外，就中国用的多。对吧？其他地方真的比我们差很远。再往后没有部署到国内服务器，目前都部署在海外数据中心。中国数据中心没有足够的算力支撑 GPT 的落地。Global Azure 从国内访问是无障碍的，任何公司都可以通过微软云从中国区使用微软云上的 GPT 模型，无需 VPN。当然，在香港增添了一个跳板。或者是 SD-WAN 这个 ER 会速度更快一些这个应该是有人真的用过微软的这个服务因为我其实没用过，我是直接用 OpenAI 的。微软那个挂在 Azure 云上的那个 OpenAI GPT 其实挺难使因为所有云计算厂商的那个 dashboard 就是它那个控制面板都巨复杂无比非常的难用我是坚决抵制它。但是这个朋友是给我们补充了一些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调用的是通过中国微软云跳转到微软云海外的数据中心，然后这么去提供 GPT 服务的。再往后，这个 OpenAI 停止中国服务讲的好像中国又胜利了一样。是因为今天就是百度说我要让大家无缝的迁移这个
叫做谁通义千问也说我也要出无缝迁移、一键迁移的这个工具出来啊。实际上，所谓什么叫一键迁移工具呢？就是 OpenAI 有一套 API 啊，你通过这套 API 可以调用 OpenAI 的各种功能。如果呢这个有一些企业说我兼容这个 API，那你不就无缝可以迁移过来了吗？对吧？那么这个原来呢，百度跟阿里是不兼容这套东西啊。你比如说像国内 Kimi 原来就是兼容 OpenAI 的，然后呢，这个零一万物原来也是兼容 OpenAI 的，然后所有开源的像什么 Together 呀、Grook 呀什么都是兼容 OpenAI 的，就是你只要是挂上去以后，告诉他说我是 OpenAI，然后呢，他就可以用这个程序就可以跑了，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呢，等于就是百度也好，阿里也好，说来我也兼容 OpenAI 吧，对吧？我们都用统一的 API 接口，然后大家来使吧，啊，就干了这么个事情，啊，好像中国又赢了一次。然后最后一条啊，OpenAI 停止中国服务，你这个逻辑分析是错误的。有用户多就能够增加收入，如果觉得中国用户让他们亏本，他们可以加价啊。这个我觉得你的逻辑也是错误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想在中国开过这个服务，从来就没开过，对吧？然后你现在用了以后，以前呢大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也付了钱了，大家也用了，对吧？你在中国来，我就不说什么了，就这样了，对吧？但是你说我给你加了价格啊，中国用户我单独给你一个价格，这事儿肯定违法呀，对吧？美国政府规定了，你不能让他使啊。原来呢，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不说什么，这事儿就混过去了。现在你还专门说我要知道啊，你们用了我的东西，我给你涨价，那这事儿是肯定不行的啊。好啊，这就是我们读评的东西。我看这边还有什么？所以推荐算法关注了啥没有必然关系，还会通过关系链进行标记啊，这个要复杂很多。推荐算法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二姐夫推上的广告啊，没看。很多人把 Twitter 当成看片的地方了。哎呀，其实 YouTube 上这种东西也很多。我浏览器装了个Twitter 秒盾插件，自动给我拉黑了6000多个账号。哎，我还真没用过这种东西。现在我刷不到任何每日大赛的内容了啊，我感觉我的账号废了啊。每日大赛是什么？我没看过啊，不好意思，来晚了。多少分了？什么多少分啊？啊，在问成绩，哎，636。其实国内总有少部分技术人士有方法用到，其实不是少部分，是绝大部分人都能用到。你只要做技术的，你说我这个搞不定梯子的事情，你就不是做技术的，对吧？但是整体来说，的确不大影响啊。是，始终有传闻，Apple 手机都加了都加不了 AI 进去，只能加中国企业做出来的 AI。这个我觉得回头再聊吧。北邮稳吗？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吧。如果现在开战的话，网络上一定会有一场 AI 网络大战。不用开战，大家也可以 AI 网络大战一下。可以把服务托管到 AWS，继续怎么用就怎么用。是的，是不是现在一般的文本内容，比如聊天记录什么的，对现在的 AI 训练已经起不了多少进步了？是这样的，现在 AI 训练需要专门去筛选、清洗和生成高质量数据啊，否则它的训练了大模型以后会劣化的。真的有工作需要，还是找这 ChatGPT。嗯，是的，ChatGPT 还是挺好使的。逻辑上讲，江同学是假的，江同学自证清白比韩寒简单多了，可是他就是不自证，所以他目前是一个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的状态，谁都没被打脸的状态也挺好啊。是，等呗。而且就算打脸又怎么样？有一个人说我要愿意赔500万，他真拿得出500万来吗？啊，我最讨厌那种上来说啊，我给你500万，你跟我赌，
这种人就属于无耻，对吧？你真的是那个什么，你最后找他要500万的时候，他也不拿出来，啊，这个就非常非常无聊。然后你又觉得别人觉得拿个500万还挺难受的，啊，就属于恶心人啊，那个就叫真的癞蛤蟆跳脚面上，恶心人。可以用2个 AI 进行对话，产生新鲜语料啊，这个不行。就是 AI 的语料生成是需要专门的提示词工程的，啊，没有那么容易。我觉得现在此刻 Apple 一定不停的在和中国政府谈判，也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没什么可谈的，这个事儿并没那么复杂。这个 YouTube 要突破算法，可以多去时下流行逛逛。其实其他平台也有类似的板块。我觉得突破算法最简单的方式是搜索啊，你搜索一些你平时不怎么看的东西。有病吧？凭什么给你自证？是的，我也是觉得没有任何必要自证。啊，原来也有人跑到我这儿来说啊，你可证明一个，你这个懂那个不懂。我说我为什么要给你自证呢？对吧？我自证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还原来有一个上来我要给那500万，咱们赌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直接把他拉黑了，对吧？是他的评论在我的 YouTube 评论区里再也出不来了。能翻墙出来，就不存在什么信息茧房啊，也其实都有。你到推特上也有信息茧房，在 YouTube 上也有信息茧房，这个千万不要觉得出来了就没有啊。在美国，相信地平说的不也一堆一堆的人吗？你以为他们就不上网啊？自证相当于证明我是我，谁怀疑谁举证。哎，这个其实没什么意义，就真假这件事没有那么意义。猫一杯被封前，我就看到过，当然是在馆子上。他的问题就是那个视频拍的跟真的一样。猫一杯那个视频万一是真的呢？猫一杯那个视频未必就真的是假的。啊，你看这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对吧？所以他这件事儿啊，怎么说呢？最后害怕的人都是真有事儿的人，比如说真的有人去了，对吧？真的丢了作业本，真的被发现了啊，真的丢了官了，只有这些人才害怕。就是为什么大家怕讽刺，大家并不怕说你暴露我的隐私，暴露我的一些什么秘密，大家怕的是反讽，对吧？你真的干了，别人呢这个指桑骂槐骂你了，啊，这个事儿他就怕了，说不行，我一定要把贸易被封掉，啊，这个真的是非常体现中国特色。讲讲什么是高质量的数据，他们是怎么区分数据质量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了，因为呢，Llama 3的训练就是完全用 Llama 2生成的高质量数据去训练出来的。如果继续用 Llama 2相同的数据继续提升数据数量的话，其实是训练不出来的啊，必须要同时提高数据数量和数据质量，才能训练出 Llama 3来。包括后面这个方向指明了以后，通义千问做的千问2，对吧？都是使用同样的方式训练出来的。而且 Llama 3呢，就是你用普通的数据去进行微调，会直接把它调崩掉的，因为你拿不到同样的这个数据。至于什么样的数据叫高质量这件事儿呢，这个就太复杂了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别人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浪费时间来自证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个自证没有任何意义的，不是说浪费时间，而是什么呢？甭管怎么证，大家都不会相信，对吧？现在你看刚才那个人讲的说，这个出了成绩啊，甭管好坏，我都不信，对吧？那你说你咋证明，对吧？你证明啥我都不信，那你说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给这种人证明呢？没有任何意义嘛，怎么证明他都不信？500万的蛋糕被冻到了，因为他自己是开班教授奥数赚钱的。江平的事有可能，令很多家长觉得天分原来这么有决定性，不花钱让小孩子学了，是这样的。要突破中文的信息茧房，一是网络，二是语言，缺一不可。对的，还要好好学英语啊。这个高质量的数据就是老范的会员频道回复评论的区别。这个好吧，这个我就是大家去买会员啊，这个质量就上升了。这个以后数据仓库这种技术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啊？这个你先看看明天的节目。
能不能简单说下 ERP 的就业前景？难道有人专门学 ERP 这种奇怪的东西吗？这个不应该吧？我觉得学计算机呢，还是要尽可能学好基础啊，学一些特别专的这个方向是挺无聊的。江平本人是没有责任，必须向外界证明什么的。阿里或者有点社会责任，要结呃要结个结果。说到尾，也只是很多人的自尊被江平的事情刺中了，是这样。我记得前2天看说这个江平这个事儿呢，抖音上大概有80%人认为江平是真的，然后呢，在 B 站上呢，大概有60%人认为江平是真的，在知乎上呢，100%的人都认为江平是假的，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怎么办呢？啊，愿意信的人自然就信了。最近有什么小说推荐啊？最近没怎么看小说，最近在打这个法环，觉得国内高质量数据集去爬知乎赞数 top5，其实不用，就是第一个呢，你去就是绝大部分人去玩这个模型的东西，特别是要做微调的话，Hugging Face 上的数据就够了。就 Hugging Face 上是有很多数据的，而且有很多中文数据，已经做得很好了。啊，你说我重新训练新的大模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说我拿一个模型回来调一调，你就找 Hugging Face 上的数据就可以了。GPT 要疯了，是不是要出国留学才行？GPT 什么时候给你用过呀？在中国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东西，对吧？我们都是偶尔这个看到哪儿有个缝儿钻出去使一下，什么时候用过这个东西？以后做纯真人的多语言的网络社群，估计有搞头。是这个纯真人一定是面对面，不能是网络。生产数据也不是好的这个生意啊。信息茧房是拒绝接受跟自己价值观冲突的观点，是的，就是我不认可的，你说什么说黑大天的都没用啊，这个就叫信息茧房。数据质量高低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维基百科的数据比百度百科高啊？其实真不能这么理解，这个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跟这个数据是真的是假的没关系。明天啥节目啊？我自己也做数据工程相关的，感觉数据仓库建模在大模型时代越来越没用了。明天讲的是OpenAI 收购2公司的事情啊。这个所以数据相关的东西肯定还是有用的啊，但是方向可能跟你原来的方向不是那么一致。刚才有位朋友动辄说人家有病啊，韩寒当年长篇累牍自证，也不是因为有病，是因为自证对韩寒有利益价值，是这样。ERP 的话，在日本 Oracle EBS 或者 SAP 的薪资相当不错，这个对，好好学日语吧。老范看小说是看还是用听啊？基本上是听，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看了，眼睛不行啊。算不算输出高质量数据的人类高质量男性啊？这个不算，这个我们就是来聊闲天的啊，千万不要往自己脸上这个带太多的负担。日语不行，英语还好啊，英语也还可以吧。这个英语好的也算是一个好事儿。会让你自证的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目的性，是的。我觉得让人自证清白本身就很无聊啊。听的小说是的，问题是你在哪里能够学到扎实的 ERP 呢？我也觉得很奇怪，ERP 这种东西它不是靠学校学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你平时的浏览数据就会自动生成信息茧房，除非每个内容都一视同仁，绝不跳过啊。这个我倒不相信。我们看很多数据，但是呢，有些人看完了以后就是叫立场先行啊，这个是假的啊，那个人肯定胡说八道啊，这个一定是说到我心坎里，这是真的，对吧？这种人看什么都是信息茧房像有些人他就说，哎，这个事情好像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我要思考一下那个事情好像又触及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事情，我要学习一下。这些人你让他看什么信息都不会茧房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性格。知乎早就不行了，为了增加用户，不断内容下沉。我是多少年没看过知乎了赶上了感谢。
雍正当年还写《大义觉迷录》自证呢，后来还是没乾隆砍人管用。哎呀，这个证明这件事儿呢，真的是比较无聊啊。看清楚了，当事人如果是自己的事儿，成天无聊追着当事人自证就是有病。是的，日本要关闭所有在中国的学校。哎呀，这怎么办呢？确实不安全，日本人在中国确实不安全。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今天也读了1个小时25分钟了。不是毕业生，是最近公司有机会接触 ERP，这个赛道是不是没有码农那么卷？这个赛道最卷，这个赛道是码农里头最卷的一个赛道。这个能用你就用。这个怎么说呢？没有必要，反正我个人是不觉得有专门必要专门学这个东西。对，为什么要学 ERP？这个 ERP 真的不是，除非你说我是 ERP 系统的架构师啊，这个事儿值得学一下。其实也意义没有那么大。成天无聊追着别人自证叫纠缠。是的，知乎那个群体对于自己的定位就是高知文化的学历是一种人上人证书。哎呀，这个好吧。ERP 非常卷，特别是今年 SAP 退出，一大堆公司扎进去。对 ERP 真的是技术含量也不是特别高就是纯靠卷。对，这是一个挺无聊的一个行业。ERP 在北美全是印度外包不要搞了这个还真不知道。反正这个不是特别有意思。好，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新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三继续读评。好，结束直播，我看看还有评论吗？还有一条，就是流程设计加7乘24小时客服这么无聊。老范，明天魔兽开服了，不上去看看吗？哎呀，我魔兽就没什么兴趣谢谢大家，对，再见。如果看如何看如果看电信关闭，没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好，再见了再见，再见，再见。我们今天到这里啦，结束直播。